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这几年这个亚太地区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重要。在我们亚太很重要的两个国家，包含日本首相我们看到菅义伟也到美国白宫，那同样也声明对于所谓的区域稳定安全的关注跟重要。最近5月21号，文在寅韩国的总统同样也到美国拜会这个美国的总统，同样也是对于这样相对的一些内容提出一些呼吁同样也是希望来表达对于区域稳定安全的重要跟维持捍卫的决心这不免让我们看到，他们显然一定意有所指，一定是对于看到了某一些影响的一些力量，或者是有一些想要来破坏这个稳定的一些国家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状况？我们亚太的这些区域的状况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都是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闵居正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下解析。闵老师你好。主持人洪林兄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老师这一次这个文在寅到这个美国去当然大家高度关注，过往大家会觉得说，文在寅好像在某些时候在政策上稍微对于美国来讲不一定这么样的友善那当然因为整个韩国情势的一些变化，他这些拜访也引起大家比较高的关注老师您怎么看呢？这样说吧，就是如果我们从拜登的角度看呢，我们那不是讲说他比较重视盟友嘛，然后他对于中共的威胁跟俄罗斯的威胁呢，他比较在意，所以他在竞选上来讲说，将来我上台之后呢，我一定不会像川普一样单打独斗，我会就是拉拢盟友，然后这个巩固盟邦之后呢，然后再对付我们主要的对手跟敌人。他也是这样做的，所以看到上台之后呢，他先跟欧盟各国了，然后这个发展关系，然后派了那个以后重建关系，然后又派了这个国防部长跟那个国务卿呢去出访各国等等。那再来就是看到说，这个日本就像刚才你说的，日本首相呢菅义伟前一阵到美国去访问，然后现在呢就文在寅来了。那你如果仔细看一下的话，这是拜登上台到现在呢，大概差不多4个多月吧。4个多月来呢，在白宫见到的第2位外国领袖，那表示说呢，他非常重视这问题。但反过来说，各位如果这个还记得的话，过去的每一任美国总统就是尤其这20-30年来，每一任美国总统，包含川普在内。他见到的前几位外国领袖一定包含中共，一定包含中共的领袖，就这次不是，所以你看到他现在先跟这个先跟欧洲各国，然后再重新打关系，然后再跟亚洲各国打关系，然后再分别来访或者什么等等，结果呢，到现在为止呢，没有见过中共领袖，只有在上次阿拉斯加里面双方吵了一架，所以表示说，第一呢，他对这个亚洲的盟邦呢也非常重视。第二呢，他的目标针对中共的也非常清楚，这是第一点我们的观察。第二点呢，他们有发一个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有几个要点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点呢，他们就讲说，美国跟韩国反对一切会破坏、扰乱或者威胁这个国际秩序，而这国际秩序呢，他们一再强调是基于规则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换句话说，不是我们随便搞出来的国际秩序。这个规则是大家同意了，然后接受了，然后形成一套规范的，叫做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承诺维护的广泛自由跟开放的印太地区，这都是美国这几年来呢大家一直在讲的话。然后同时他们强调说，要维持一个和平、稳定、合法的跟不受阻碍的商业活动。这话这个意思非常广啊。因为过去他们批评过中共说你做生意呢不守规矩，然后你用倾销的各种办法呢，所以他说要和平稳定、合法而不受阻碍商业活动。那么这也暗示说呢，像中共这些国家跟别的国家做生意的时候呢不守规矩，有很多事情我们过去都谈过。然后包括尊重国际法，这个国际法里面包含什么？特别强调的是南海跟其他地区的航行跟飞行自由。其他地区可以指跟韩国相关的这个黄海、东海地区，可以跟日本相关的这个东海地区、第二海地区，跟台湾相关的台海地区，跟菲律宾相关的巴士海峡跟太平洋地区等等，或者说这个南海地区等等。所以这个国际法的第二点，第三点说呢，作为这个重视多元主义跟个人自由的民主国家，
美国跟韩国双方都有促进人权跟法治的意愿。是这个一方面就是说从内部来说，我们注重人权法治；二方面我们在国际上也注重人权跟法治。这话呢，就基本上就针对，比如香港啦或新疆啦这些地方来的。好，第四个，就是南韩比较在意的了，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问题。然后说这个拜登也好，然后这文在寅也好，两个人都对北韩采取一致的态度。拜登强调愿意跟北韩进行外交接触，采取务实的步骤缓解紧张。是好，这个是文在寅比较在意的。然后拜登比较在意呢，再一个呢就是南海地区，那么这是当然也毫不例外会谈到，说两个人呢也强调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在这个记者会当中，我们看到文在寅并没有主动提台海，他还是多提了北韩，毕竟他是南韩的领导人。但是外媒问了他，外国媒体问他说，如果中共对台湾施压，然后你会怎么办？再来就是美国有没有鼓励你南韩对这个问题表达什么态度，或者表达这个强烈的抗议或采取更激烈的措施？文在寅答复呢比较绕了个弯子，他说我跟美国双方都同意台海问题很重要，他没有说怎么样，他尤其中国和台湾的特殊性，那我们同意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密切合作。怎么密切合作？他没有说。其实我很好奇，老师就直白的问你，老师你觉得谈完之后，日本的声明跟韩国的声明有什么不同？其实台湾的人民感受最清楚，每次棒球赛的时候，对日本这样当然自己国家比赛一定希望赢啦，但老实讲，每次看韩国就说要吃韩国泡菜等等。老师你自己看日本跟韩国，他们同样对这议题，你觉得有什么差别吗？我觉得你举的例子很好，这通常就是检视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另外几个国家态度如何。跟自己比的时候，当然帮自己国家不用讲了。另外两个国家在比赛的时候，你看这我们国家观众帮谁呢？跟讨厌谁呢？就很清楚了。是。过去我们跟南韩上讲说大家反共是什么兄弟之邦，突然之间呢，这个南韩对台湾不好的时候呢，台湾感觉非常强烈。所以有趣的就是。当日本跟南韩比赛的时候，台湾就像你说的，台湾人呢好像多数都去帮日本，然后都去讨厌南韩。是，所以相较之下呢，南韩对台湾的态度就真的不及日本对台湾的态度，甚至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印度的态度都还强一点点。当然还没有那样直接讲，但是他对印度对反中共态度是比较强烈的。我觉得是两个主要原因了，大家一般也都知道。第一个是经贸因素。南韩对大陆的经贸依赖太重，所以这点事情他有顾忌。第二就是北韩的问题，大家都晓得北韩的背后是中共，如果中共不出钱出力不出粮食的话呢，那北韩可能很快就要瓦解，就要出问题。所以换句话说，在贸易问题上面，在北韩问题上面呢，对南韩来说了，中共有筹码，然后南韩有顾忌。是这点呢，我想，所以这是它软弱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我们还看到，刚才我还漏了说在这个我们前面不是讲说四方会谈吗？美日英澳四方会谈，四方会谈当然存在一段时间，但是呢，现在的重要性提升是因为中共对外的压力增大，所以你看到美国相对提升了四方会谈角色，然后日本也特别提升了四方会谈角色。所以在会前，很多人就说这一次呢，美国会不会考虑说，去游说南韩，甚至南韩施压说你来参加四方会谈？所以我就记得当时西方媒体呢，有人讲说这次可能应该会争取来参加四方会谈，可你看到这次没有谈，是，没有提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提或没有公开提呢，就没有谈到。大概这样至少明确，我们晓得说，南韩目前为止没有说要参加四方会谈。大概美国现在能够期望就是说，你跟四方会谈里面几个国家密切合作，尤其在台海跟几个关键问题上密切合作的话呢，这样子那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一大助力。
所以这点呢，我们还在往下看。是哦，当然回到刚刚老师也有提到，在这次会谈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朝鲜半岛怎么无核化。老师讲了这个核能就是我们核弹的部分都还是全世界的人很担忧，没有人想要引起这个战争哦。可这次的会谈里面，老师有结果吗？真的有解决什么问题吗？好像没有。过去我记得我讲过一句话，我说，台湾人呢，因为不太注重国际情势啊，不太注重国际新闻，所以有的事情呢比较不太在意。那我因为是过去研究国际关系呢，所以我对这个问题还比较敏感一点。过去我就半开玩笑讲过一句话，我说，自从北韩做出飞弹之后呢，我就有点烦恼。人家说你烦恼什么呢？还不愿意打着，我说不，我说北韩的飞弹呢，打得准也很可怕，打得不准呢也很可怕，你不知道它要打到哪里去。现在就是这样了，光是飞弹的杀伤力不大，它能够装上核弹头，那问题就很大了。所以这个问题呢，台湾人还得注意。话又说回来，1950年就是因为爆发了韩战，然后美国才重新把台湾拉为盟友，然后台湾才安全的。所以不要以为发生在外面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核武器问题呢，当然大家关切了大概20年了。这一次呢，我刚才讲，我说这个文在寅呢特别关切这个问题，他们在记者会上再三强调说，他们愿意通过外交途径接触朝鲜，要接触北韩，采取务实的步骤来减缓紧张局势。所以回过头来，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北韩的外交呢，你不能说它没有特色。北韩一个相对这么弱的国家，人口跟台湾差不多，经济比台湾差非常非常远，但是呢，他搞了一门墙，他把这个尖端武器做出来了。一旦尖端武器做出来之后，你在国际上就有勒索的筹码。台湾的习惯呢是当国际上的模范生，北韩呢是当坏孩子。大家要注意啊，好孩子跟坏孩子在国家办外交上各有优劣利弊。不是说好孩子一定会得到好处，刚刚大家现在知道了，对不对？有的时候坏孩子反而会得到好处，大家从小在家里在学校就知道了。哪一个人比较顽皮，比较什么？他固然挨打会比较多，挨骂会比较多，但是呢，大家比较怕他，大家有的时候会去绥靖他，会去姑息他。北韩就吃准这一点，所以你看这么多年来，大家对北韩没有办法，现在他只能说采取务实步骤。好，拜登任命了叫金星荣的一个现在是这个国务院的东亚及太平洋的代理助理国务卿。他任命他为这个朝鲜的这个问题特使，表示说他很关注这个问题，希望说能够加大力度来解决。但是我想其实不那么乐观了哈。这个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呢，他其实从克林顿时代呢就开始谈这问题。克林顿时代呢，当时有签过一个叫做这个架构，就北韩的核武的这个架构协议。所谓架构协议，就是你把你制造核武的材料、库存什么的全部封了，然后呢给国际检验完之后，然后我们就提供援助给你。我一个朋友呢，在联合国呢当过那个，他一个叫做什么？叫做核能部门的专家，他是台湾籍的，台湾背景，然后规划成为美国人，他变成美国的核能专家。后来被美国呢就拉进那个代表团里面去，变成美国驻联合国的那个叫做原能总署，原能总署的核能专家。他用这个身份呢，看了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核能设施跟核武设施，包含北韩在内。所以当时我问他，我说你觉得北韩这套核装备啊或核技术哪里来的？他说，表面看呢可能是巴基斯坦，但是他认为应该是中共。我说为什么？他很简单，他说世界上啊能够做出这么复杂的这种机器跟全套这种装置、这种设备的国家很少，弄来弄去就只有几个版本。那你看他那个版本的小说，他的版本从哪里来的？他就算经过修改，你看基本结构什么就不太一样。简单说呢，你看美国系统的这个战斗机跟俄国系统战斗机呢就有很大的不同。是，所以他你光看这结构就明白了。他还讲一些细节，我就不再多说了。所以他说他认为北韩这地方呢是，如果不是从巴基斯坦来，就从中共直接来，反正版本是那个版本。
他从那时候他就开始看这个问题，然后他说，其实北韩人比较贼，他可能有3个，但是呢，他摆得很近。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在空中侦测的时候呢，他会侦测什么？他不能现场看的话，他侦测你释放出来的那个微量元素。所以美国飞机或什么飞过去，他就采集这微量，就采集了附近的空气的这简体，然后呢就分析微量元素。一旦发现说哦你有超标什么，就晓得你这边有什么活动。但是如果说你2、3个厂摆得很近的话，你是超标了，到时候人家联合国来看说，哎，他看了，你就打开厂给你看。但是另外还2厂，你并不知道那2厂，你知道这个厂，譬如宁边，你知道这厂，把这个厂看了，旁边2个小厂，他在那边偷偷生产。大家可能不知道，北韩的矿产是非常丰富的，北韩自己产这些放射性元素，所以很多东西它不需要向外买，它自己去采就行了。一个集权国家，它不去照顾老百姓生活，它把国家资源大部分投在这个地方上面去，所以它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比如开采，它用民工什么等等，相对来说呢，那成本它也比较低，比别人低很多。他还不太需要太多的外国的这个专家等等，然后他有些专家呢是中共帮他培训的，所以他能够秘密做出些东西来。那么我这些朋友甚至怀疑说，可能最早的图纸样本呢，甚至一个样品呢，都可能是中共提供，但他没办法证明了，他只能说这样是猜测，他也是个合理的猜测。所以美国这么多年来呢，他一直讲说，我愿意跟北韩来谈。但条件是你必须要讨论非核问题，你又不讨论非核问题，那什么都不要谈。就像上次那时候，不是川普跟那个谁，跟金正恩在那边会面嘛，在那个河内会面嘛，就后来在新加坡会面，就后来先做而去嘛。金正恩是没有想到，金正恩把各种可能性想完了，他以为说我可以慢慢跟你讨价还价。川普是打定主意，我不讨价还价，你要就谈，我事先把话讲好了。你如果愿意谈，然后将来真的你放弃核武了，我一开放，那很多公司到那边投资，你就非常富裕了。你要不要用核武换钱嘛？说白了就是这样子。那金正恩或许有他的担忧跟考虑，但是背后呢有中共的操弄，所以美国是这样想了啦。刚刚就讲我说美国跟这个南韩都这样想，但是他们也讲说，我们对北韩呢愿意放弃核武这事情呢，我们不抱任何幻想。是啊，这个当然也就是我们看到韩国整个这个南北韩的部分所面临的这些相对应的一些问题哦。那当然我们看到美国军事新闻网这最近也有报道说，因为因应我们刚刚提到的，美国可能在想，包含他们原来的俄罗斯到现在加入中共的这些影响哦，据说在今年夏天准备要做一个史上最大的一个军演哦，要动员高达2.5万人，而且跨17个时区哦。哇，这个很难想象，这个等于是一个很绵密的整体的这些作战，那要来测试啊。那当然，主要假想敌的部分，当然大家都认为，当然就是俄罗斯跟中共哦。那这部分当然引起大家的一些高度的关注哦，就是说这到底会产生什么样后续的联动的一些影响？那这部分我觉得也请教一下我们明老师。其实跟刚刚讲那个韩国还是有关系的哈。当然大家都认为说这军演呢比较针对中共跟俄罗斯，但是如果说北韩跟伊朗闹事的话，这军演一样可以针对他们了。是，所以它是一个秀肌肉的。简单说呢，军事演习呢大概是2个目的，第一个是秀肌肉，吓阻战争；第二就是呢，我们真的演练一下，就万一将来作战需要的话，我们到底怎么配合，怎么操作。它有几个考量，就是美国对于怎么跟俄国打仗，他过去是想过的，他也有过安排，有过什么等等。美国对于怎么跟中共打仗，在朝鲜半岛上打过，但那次请各位注意啊，那次大部分是陆战，然后一部分是空战，基本上是没有海战。现在他们想的是打下一场战争啊，如果跟中共打下一场战争，它的性质呢会大不相同。我们先说第一个，它的性质问题。第一个特点呢是信息时代的战争，我们过去讲过一点哈，我们现在稍微展开说一下。简单说就是现在大概这10几20年来呢，3C 产品非常发达，电脑啦、无线通讯啦、网络啦、手机什么等等。我们第一次在哪里看到呢？在90年代美国打伊拉克战争，
过去呢，美军的标准配备就是还有那种大的那种通话的那种无线电话啊什么的，然后所以一上战场就能打，结果打发现说打到一半呢，美军呢在第一线的美军呢，对面敌人们开枪扫射，他躲起来。他拿出来的不是军用电话，他拿出来是手机，就是我们的智慧手机打。所以美国参谋部就发现说，哎呦，这士兵拿出的智慧手机呢，他讲话的效果呢，比我们军用电话要好。比方说那个民间的东西还要更厉害。我们军用东西搞了这么久呢，不仅民间，所以美国立刻改了。所以从那方呢发现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3C 产品呢大量进入战场。不只是这个电话，不只是通讯，还有其他的各种，不管征收啦、通讯啦、传达什么等等。所以这第一个特点，就是说信息时代的这些装备啊，或者各种的这种器材跟机械呢，进入了这个战争。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无人机跟无人舰。过去我们对无人机比较熟悉，各位现在慢慢从新闻上看到无人舰艇开始出现。无人的水面的舰艇，然后水下舰艇都开始出现，所以无人机舰呢，怎么样子跟有人机舰配合，这个呢过去是很少做的。这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在战争开打以前跟战争开打中，网络战争本身一定打得很大。简单说就是我们真的打得凶了。如果是比较小规模的话，那网络战争大概就是我打你的军事部门，打军事通讯啦，打军事什么，最多打军事卫星了不起了。是。那如果说打到全面战争会怎么打呢？譬如说，你美国有6个电网啊，东西南北中6个电网，你6个电网呢是分别运送的，但中间有连接。好，那如果说我中共或俄罗斯我的网络的军队攻进去了，攻进美国的电的这个配电的网络系统，然后呢，我把你譬如六个电区嘛，我把3个电区电全部集中打一个地方，全部集中不是打一个地方，送一个地方，我全部送到 DC 附近里面去，把你烧掉了。我没有真的打你，我只是把电调一下，全部送上去，然后你们就烧掉了，你那边就不能打仗了，或至少你供电出了很大的问题。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电的话水就可以配。第三种呢，制造交通混乱；第四，制造金融混乱。所以网络战争一定是之前跟同时会开打的。这点呢，现在当然其实在网络世界已经开打了，但是坦白说，现在呢还是练兵的成分大啊，真正打击成分少啊。这第3个部分。第4个部分配合网络的啊，然后配合这个通讯器材的，就是资讯战跟文宣战。资讯战文献，台湾现在就很清楚了，有各种各样这些假消息啦，或假讯息，或假账号等等啊。那说到这里，我得讲一下哈，最近呢在网络上发现了有人用我的名义做了一个假的这个 YouTube 的账号，假的油管账号。下次我再把画面提供给各位，请各位注意，那些不是真的，所以不要上去看，有的东西根本不是我讲，他们那边乱剪上去的，所以我特别提醒一下。所以我算是资讯战的一个受害者。不过在战场上呢，你真正开打的时候，真假资讯交错呢，希望造成对方士气瓦解，或者甚至士气崩溃，或者至少造成社会动乱，对我来说呢，这是有帮助的。好，这第4个部分。第5个部分就是当这些战场都要打的时候，我怎么样全面的立体整合。我不是这一块打这样子，那块打那样，而是我怎么样去立体整合它，然后交错运用，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第6点就是你刚刚讲的，你说那个演习呢，因为它那个跨17个时区，所以你看到地理范围非常的广大，这样就代表一点，美国本土也可能受到攻击，所以演练范围呢必须包括在内，这是第2大块。第3大块就是对手不太相同了。这次对手不管是中国也好，俄国也好呢，能力比较大，经济实力比较强，科技比较进步，军事有相当程度，而且国际宣传厉害。这第1点。第2点，那美国要考虑说，武汉肺炎到底是不是一场生物战争？是不是对方有意操弄别人生物战争？到战争要开打的时候，是不是会再来一波，或再来新的东西？那再来就是美国跟俄国呢还好，美国跟中共的经济互赖性太高，打到这种地步呢，双方呢
其实很难分你我。第四是打到最后呢，其实是一个价值观的冲突，当然也是一个争霸战。所以这么一看呢，就是美国弄这么大个演习呢，它的目标非常明确。我针对的第一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对手，第二是一个新时代的战争，所以我必须预为筹谋。是，我觉得如果赵老师刚刚提到的部分，台湾不用讲了。我觉得过去也说过，它不仅是一个所谓的地球战争的一个热点，但谈热点的意思，也一定某种程度代表这边有一个重要的一些价值跟角色哦。那有人就说，这时候如果台湾或美国的领导人整体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或者是错误的政策跟讯息最简单的是有人提到说，美国这一次给不给疫苗，台湾不是比较倾向美国吗？如果这次美国没有伸手，会不会台湾遇到这种危难，美国都不伸手，代表美国其实根本不会管台湾的死活，就做出一些错误的决策，就中共领导人会不会因此就更大胆的去实行他想要来这个攻打台湾，或者用其他甚至更其他的手段来对于台湾的本岛造成一些影响。老师你怎么看呢？所以从料敌从宽角度来看呢，我们必须把它考虑进去。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过去不是讲过说，俄罗斯跟中共呢，在这个乌克兰也好，或在这台湾地区也好呢，形成犄角之势嘛。现在俄罗斯虽然暂时退兵，但你看他派兵跟退兵速度这么快，你晓得说他下次再派兵呢也可以这么快，所以犄角之势呢是随时可以形成，这点我们必须列入考量。第三点就是我们必须也要提醒美国呢，你得看清楚这情势。我们过去已经帮他排过了，我们说其实你算来算去呢，乌克兰失去美国是难看，但是不会痛。但如果对美国来说，台湾呢陷入到中共手中呢，那美国不但是难看，美国甚至在全球不止在亚太区从亚太区它后退，甚至全球它后退，它等于几乎要慢慢把全球霸权拱手让人。简单说就是台湾的重要性呢高过外面一般的认识。所以美国在这地方呢，我很同意你刚刚的说法，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呢不能犯错，也不可以示弱。我们倒不是要鼓吹战争，我们讲的是美国秀肌肉跟展现你的这个决心的话，反而会避免战争。美国稍稍软弱的话，反而起了中共觊觎之心。这是对外的部分。对内的部分呢，台湾这次在疫情打击之下呢，大家越来越感觉到同岛一命。台湾内部的各党各派蓝绿白各党各派呢，要看清楚台湾所处的情况。也要看清楚外在的情势，中共趁意攻台呢是完全有可能，我们不能小看。那即便台湾内部出现了所谓认知战的问题呢，不管各党各派做了什么好或不好的事情，请各位注意一点，中共对台的认知战，第一，现在真的在打，不能因为说里面有人做了什么不太妥当的事情，就认为说认知战完全是假的，不是的。中共的认知战是真实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绝对不能低估。最后呢，我想提醒一点吧，因为我喜欢看中国以前那些小说了，所以我提醒各位有空的去看看《东周列国志》或看看《三国》。在东周列国里面，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国家跟国家之间互相攻伐、外交战跟这个伐兵伐谋的这些故事跟案例，大家看多了之后呢，就比较会有警惕之心，这样呢比较对我们的处境呢可能有更好的了解，对于国内的政治斗争呢会做更好的判断。我相信我们会过得很好，但是呢，不能没有警惕性。所以我非常同意明老师说的料敌从宽了。我觉得我们最怕的不只是被病毒所影响，我们最怕的是我觉得我们的危机意识没有。这危机意识不只是对病毒的我们所谓的武汉肺炎病毒的防范，其实我觉得我们对中共病毒这件事情，大家更要提高警觉因为如果我们说这个所谓的我们现在的所谓的肺炎的病毒是不分蓝绿、不分种族、不分男女老幼，但我觉得共产党的病毒可是非常明确，它的毒性、它的扩散，这个可能是我们长期要来作为抗战了。那我觉得这个可能透过这一次老师刚刚所提到的几个亚太地区的这些变化，也许可以给大家更清楚知道，我们民主国家有一个重大的一个病毒一直都在，然后一直都在影响我们，然后我们一起
来抗疫哦。那有没有更好的免疫的方法？我觉得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加油。那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也谢谢明老师。谢谢。我们欢迎大家分享我们的节目，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一些重要的议题。那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的影响可以越来越大。再次感谢大家。